我从2012年进入市场，亏过20多万，也曾经怀疑过交易的意义。现在我走了出来，持续盈利。但是近几年很多朋友开始和我探讨一个问题，大家担心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，很多人开始问我 AI 会不会最终接管市场，会不会以后都是量化的世界，最后交易市场也会被占领，散户被彻底扫地出门。今天我就把我思考了很多年的答案告诉你。要搞清楚这个事情，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AI 的特点，哪些是它擅长的，哪些是它做不了的。首先我们必须承认 AI 确实有它很强的地方，它就类似一种超级大脑，可以透过历史资料回测来研究出一个高胜率的体系，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高胜率的 MACD 金叉模型，而且一旦它确认要执行，就会一直执行这么模式，完全按照买卖点和部位来处理，这是它的强项，可以避开情绪的干扰，不会恐慌也不会喜悦，只会执行。但其实只要想清楚交易的本质，就能理解这虽然是它的强项，但也是它的致命弱点。因为市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，一个是一旦出现套利机会，就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最后自动修复。就像前面所讲，假设 AI 发现了一种可以套利的高胜率 MACD 金叉模型，那么刚开始这种套利机会可能会很多，但是随着时间流逝，被这种方法收割掉的人会开始不再使用这种方法，同时还会有另外一批人或者 AI 发现，如果在这种 MACD 即将金叉的时候布局，可以盈利，赚 AI 入场的钱。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随着时间流逝，这个套利机会很快就被修复，人工智慧不得不在亏损前寻找新的套利机会。第二点，我们都知道 AI 有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可以不断学习进化自己，这对于许多知识类的科目特点合适，就像教育、语言等等，它们的特点是需要大量的历史积累，它们传讲历史。但交易不一样，市场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东西，就算 AI 已经在不断学习了，但它永远只能学习已有的事情，因为人性和情绪是它根本做不了的事情。例如突然到来的黑天鹅，它不知道，还是需要人工来提醒它黑天鹅来了。而且就算他知道了，情绪什么时候是极端，大众到底反应过度了还是在正常的范围，这些变数都是他根本无法预测的。本质上来说，人类可以在市场上创造变化，控制水流的湍急，但 AI 如果没有人类的设定，它是做不到的。如果一旦设定好，完全按照设定来执行，就会很快被别人发现，变成案板上的肉，这就是本质。相信大家也看到很多 AI 包括量化产品，不管是在股市、期货还是币圈，有几个能一直赚钱？因为变数太多了，今天是通膨数据，明天是战争突发，后天就是某人社群媒体上一句话带崩情绪。所以不用担心，只要时间拉长， AI 是无法在交易市场上取代人类的。那么聊完 AI， 来想想自己，我们要如何稳定获利？我就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和询问自己，因为交易市场有一个无法忽视的风险，就是不管你赚的再多，只要不离开市场，都有全部亏损的可能。就像比尔黄一样，一天亏100亿也是可能的。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很担心这个问题，经历过以前的原油价格跌到负值和黄金飞涨，在这个世界一切都有可能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犯错。交易最重要的不是你亏了几次或获利几次，这些会受到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影响，而我们真正可以控制的，就是当你亏损时，亏了多少钱，或是当你获利时，赚了多少钱。就算你亏了10次，每次都亏1000，但你赚了1次，却赚了10万，你就是获利的。所以，我认为控制亏损是获利的本源，而且一旦你亏钱，想赚回来的难度就会提高，所以我们不必恐惧 AI， 真正该怕的是自己的不纪律。很多人交易的最大问题，不是方法不行，而是停损永远靠感觉，没有标准，也没有执行纪律。有时候我问自己，你愿意承认错误吗？因为每一次停损，都是一次承认我错了的过程。但人性就怕这个，怕认错，怕亏钱，怕错过反弹，赚钱的时候自信满满，亏钱的时候又畏首畏尾，
不愿认错，选择死扛。结果呢？小亏变大亏，大亏变爆仓。你不是输在市场，而是输在拒绝承认你错了。所以只要少亏钱就是赚。我给自己立了几个纪律，每条我都踩过坑，也都刻骨铭心。纪律一，每一笔交易进场前就写好停损点。我刚开始做交易，常常犹犹豫豫，不设止损，一旦亏钱就想，今天走势还可以，再多看一会儿吧。或者是5日线没撑住，但是马上跌到10日线了，再等等。然后越看越舍不得亏，从一个支撑等到下一个支撑，最后亏一大片。后来我强迫自己，每次下单之前就写好价格止损点和金额止损值。我比较喜欢做60分钟周期，所以当上涨的时候，我会以60分钟布林线中轨为止损点，并且随着行情的变化不断提高止损。这样有一个好处，假设行情强度不够，直接跌穿中轨，那么我就直接打掉了停损，亏不了多少。假设行情强度够，沿住中轨或上轨不断上涨，那么我就可以沿住60分钟中轨不断提高移动止损，且一旦市场强度不够跌穿中轨，就会自动打掉止损，从而避免自己可能会出现的犹豫不决或再等等的心理。下跌的话，也可以以60分钟中轨设定止损。下跌一般是沿住下轨或下轨到中轨间的距离反复下跌，那么沿住中轨设定移动止损，既可以吃到继续下跌的利润，也可以避免行情的突然上攻而措手不及。纪律2，永远不要试图扳回亏损。人一旦亏了，就特别想立刻赢回来，但市场不是赌场，它不欠你什么。以前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越亏下手越狠，越亏交易越频繁，越想补回来，这是极其错误的。因为当出现亏损时，就表示对于当前行情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要么就是买卖点错误，要么就是趋势判断错误，这2点都是十分致命的。而一旦亏钱，心态本来就容易发生变化，既容易患得患失，也容易重仓豪赌。所以后来我给自己定规矩，亏了钱，第2次交易要等1小时之后。如果连续2笔都是亏损，那么不管行情再好，当天都不再继续交易，说明我的心态已经受到了影响，或者我的判断已经不准确了。纪律3，别幻想一笔交易翻身。真正稳定的账户是由无数次小胜堆出来的，这是心态的关键。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不要太在意一笔的盈亏，而是有体系的培养自己持续获利，依照体系按照纪律来，这点很重要。这样可以帮助自己把停损和杠杆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。在这里，我把我自己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如何判断当前部位或止损是否合适，可以透过睡眠来判断。如果我做了交易并且设定好止损之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这笔交易，或是因此睡得不踏实，就代表仓位过重或停损设定的不合理，需要调整。有的时候，就算行情很好或我能看懂，我也会强制要求自己停下来1天或几天不交易，来训练自己的自控能力，保证自己随时可以停止，而不是被市场控制。所以说，不是你学会了多少指标，而是你能不能在亏损时忍住手，在盈利时拿住单。稳定获利从来不是天赋，而是规则加纪律加执行的复利。以上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经验和分享。你有没有哪一次印象深刻的亏损后连环出错？或者你有没有控制亏损的小技巧？欢迎你在评论里分享出来，说不定能帮还在亏损中的朋友。所以啊，我从来不怕挨，真正该怕的是我不守纪律的自己。控制亏损就是战胜人性的第一步，也是迈向稳定获利最关键的一步。